因为今天我们2个的眼睛都被感染了，所以今天就没有挖蓄水池。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效果。你看，已经挖了这么深了，达到我的膝盖上面一点。那天老妈来挖的话，效果还是很明显。果然，老妈以前都是给别人干这种重力活的，所以她干这些比较有经验。你看这边比较深，然后这边的话就还比较浅，这边还要挖下去一点。像那里拉直过来，像这样拉直了，其实也不宽。对，我们到时候要把这里留一条路出来，因为我们的水池建在这里之后，这边还有一块地，我们要种水果，所以我们要把这里留一条路出来，然后往这里走过去。我们切砖的话，把这里留出来之后，可能大概切在这个位置吧，李军啊。对。切到这个位置，给它切起来。大家觉得我们还要挖下沉一点呢，还是就这么深？如果就这么深的话，上面就要高一点；如果是还要挖下去一点的话，上面就可以放矮一点。我感觉多挖一点吧，因为如果高了的话，但是那边的水过不来。哦，也是。那我们的话，可能就还要挖下去一点，挖下去1米。因为今天小妍感染后，我就带她去看医生了。因为说这几天不能劳累，不能熬夜，所以说我们就没有继续挖这个。对，到时候我们切砖的话，这个蓄水池的砖就让大哥来切吧。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很严重了？这眼睛好痒啊，都买了那么多药滴了，都还没有用。你看李俊的眼睛也是。你别给我感染了。我的应该快好了吧？他的快好了。我的话，我是昨天晚上刚被感染的，然后今天的话，我们这里就停工了。还好一横一竖的抵抗力好。对，一横一竖的话，因为我们去买了手消，随时把手消毒一下，这样他们可以避免一些感染。看一下这个地基的话，挖到这里吗？这里齐平吧。从这里切上去是吧？对，像这样有这个坎给它保护起来就好一点。对。来看一下。现在这里还是挺深的。对，但是你没发现吗？这边的泥巴要厚一点，那边薄一点嘛。对。这里这个深度其实跟这边是平的。对，这边的泥要厚一点，这边要高一点。大家觉得我们这剩余的地用来种什么水果好呢？我想的是明年多种一点无花果，到时候可以拿去卖。可以呀，无花果成活率比较高。对，产量也高。对，像我们下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的话，当年种树当年结果啊。对啊，你看我们这边种的李子树，感觉成活率还是可以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种的李子树的一个效果。李俊是种在这个边缘的，因为我们这个宝坎嘛，它有一点不牢固，然后李俊就把这个树给弄在这里，那个树根有牢固泥土的作用。对，所以它就弄在这个边上。像这样也杜绝以后因为这个边界问题扯嘛。要是不像这样的话，人家挖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懒得去扯这些。对，我们这个树的话还是有一点距离的，离这个宝坎。你看有这么宽，有这么宽的话，以后就算它挖出来了，它也不能把我们的树挖掉。所以这个用来做边界是最好的。我们都有留多余的空间，你看这些树。种了好几棵，这一排全部都是。以后等它长大了，这个土全部都是这些李子大树，一直到这里。这里还种了一棵小的。有水吗？今天？有水啊，这桶里面的水最近都是不缺水的。我们最近种树的话比较好，因为天气比较好，它种树的存活率比较高。如果是干旱季节种树的话，成活率就比较低了。到时候我们多种一点那个柿子，我特别喜欢柿子。可以啊，柿子树它不仅好吃也好看。很多人都建议我们用大桶，这个就是我们2吨的桶。当时的话买新的是1000多，因为我们买的二手，花了几百块钱。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桶的一些坏处。来，本来以前是很白的，里面长了青苔。所以这个桶的话还是不实用的，这个是2吨的。如果是像我们
那边蓄水池一样，修20吨的话，估计要花好几万块钱。所以这个桶还是不实用的，而且这个胶桶的话，便宜，但是它不耐用。对，主要是这2吨，我们一天就把它用完了，洗衣服的时候。对，2吨水的话，我们一天如果要用水的话，几乎一天就没有了。你说这里也没有人过路，为什么用刀给我们划了一道呢？这里看一下，是被人拿刀划的。对，这里用刀划了一下。前几天都没有。要是再划深一点的话，我们的水估计要漏出来了。所以的话，我们还是挖这个蓄水池比较实用一点。对，主要是这个成本低一点嘛，毕竟我们那些砖放在那里也没有用。对，因为之前那个村长，以前也给我们估算过，他说大概1万块钱可以把这个蓄水池修起来，而且还是可以长期用的，还是20吨的水，所以这个实用多了。虽然会花一点劳力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你看，我们才挖了这么一点，然后就有这么厚的一堆土在这里，还有那边也堆了很多。继续挖的话，这个土要一直堆过去。对，咱看一下，到时候可能挖1米深，那个土都这么高了。还好我们那里有一小块土，用来填土地。我感觉我们这个土堆得太厚了，应该加固一下。到时候可以插一点白杨树，那个白杨树成活力很高的，直接插就能插活。可以，现在把它那些定一排哦。对，这样子定过来，它既可以加固这个泥土，也可以做一道美丽的风景。主要是怕今年明年就不怕了，因为这些竹子长在上面就可以了。这些泥土全部都是我们挖那个蓄水池填在这里的。你看，才挖那么一点就填了这么厚。对，可以想象一下，当初那个下面是在那下面很低的，然后我们填了这么高，这些全是我们填的泥土。大家给我们专业性的建议，我们也有看到。如果有更好的建议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综合考虑一下的。这2天不挖就把锄头拿下去吧。很多人都在问我们租的这个房子和我们自己买的那个房子的距离有多远。今天我们看一下，这里我踩的这块地就是我们租的这块平房，然后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房子就是在那里，看一下是不是很近。我们租的这块房子的话，有10年的期限，3000块钱。然后那边我们买的一个房子，当初是想把那边砖的地方修成民宿的，但是后来资金不够了，就没有修了。然后那边的话，以前是一个纯木质结构的，后面我们把它加了2层，然后旁边的话有一半的是砖木结构。这样子的话，我们当初是想把它加固的，但是现在想了，那个砖木结构还是不好看，到时候我们会综合考虑一下，我们那个房子该怎么修。我们现在的话是要认真考虑再行动的。那个砖也是大哥来给我们切的，以前可能看我们视频的人都知道，大哥给我们切的砖。然后那边厨房就是纯木质结构，我们大概的距离的话可能有50米。直线距离的话50米还是挺近的，所以我们在这上面生活的话还是挺方便的。我们租的这个房子的房间还是挺多的，有很多朋友都说想来我们这里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来的话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住在这边，因为这边的房间很多。到时候我们可以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把它提前装修出来。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体验农村生活，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好了，拜拜。